现在的进口货是越来越便宜，越来越多嘛，所以无形中就会把这个市场已经冲淡了咯。其实我正式入行做这个狮子是在1995年，1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舞狮很有兴趣，所以到了中学的时候，我就自己研究怎么样把这个狮子做出来。后来我就自己去买一些竹子，自己晚上在厨房自己做。那个时候应该是在中3的时候，所以慢慢的我就做了，会叫朋友来看像不像，就一直在改。后来当兵出来之后，我就成立自己的一个狮队了。那么当时我就自己做我的狮子给自己用了。这以前的旧狮子的一些照片呢，因为以前早期我做狮子的话，我就会有一些照片留下来做一个参考。做这一份工作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些压力了，因为首先你跟一些顾客讲好那个时间，那么还有要怎么样把这个狮子的颜色配搭了，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对自己有一些压力的。以前我是做这个飞机零件制作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做工也是很有压力的，因为飞机零件的那些制作它会比较精细，所以他们这个车上的标榜都是比较精细准确的，所以我的工作是有一些压力的。所以我每逢星期一开始去公司上班，因为是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嘛，所以到今天我做我的狮子还是有一种压力的那种存在的。其实做狮子它有分成4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扎那个骨架，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叫坡，就是粘上那个纸。那么这个纸一定要粘上3层哦。那个纸干了过后，第3个步骤就是我们叫写，就是画上那个狮子的那个斑纹哦，那个颜色配搭。那么整个东西做完过后，我们就进入第4个步骤，就是装咯。那么装就是狮子要粘上一些毛。眼睛、绒球，还有那个手臂，就是有整个过程都有4个步骤了。外国的进口货，不论是中国也好，越南也好，他们的进口货跟我们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新加坡也比较传统性的一个做法，因为新加坡早期就已经有做狮子的师傅，而且我们是新加坡所谓狮子城嘛，那么我们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师傅就会把这些东西流传到今天，还是比较传统的。其实我的狮子的顾客也来自很多方面的，因为有一些人是买来收藏的，有些人是买来展示的。那么大多数都是那些狮队咯，那些所谓的社团咯，还有学校咯，还有早期的民众俱乐部、联络所啦。孩子其实他对这行业没有什么兴趣咯。我3个孩子都是名文大学毕业的，所以他们也找到一份工，自己去做他的工啊。所以他们也不参与我的做狮子了。其实到今天，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舞狮艺术也慢慢的衰退，就是那些制作狮子也没有人说要真正的步入这个行业，因为问题是现在的人生活也比较节奏也比较快。那么如果说你要用这个制作狮子的行业来生活，我觉得说会比较难哦。我觉得说有一些人会坚持这个传统，那么大体上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反正买一头狮来舞就是买一头狮，他不会去考虑你这个是不是本地制作啦，还是什么人制作，只要你的东西卖得便宜，他们就会跟你买这样。所以进口货当然是对他们来讲。这是第一个考虑啦。其实我没有什么感想啦，就是我觉得说到了今天这些行业这些狮子，如果说有兴趣的话，他们会自己走进来；如果没有兴趣的话，你做到再好都好，就是你自己而已，那么跟别人也扯不上关系嘛。所以我觉得说我的人生对这个东西我没有遗憾的。